我是苹果妹，今天呢要来带大家看一下 iPhone 到底有没有通话录音的功能。非常多人跟我敲过碗，要我做一支通话录音的教学，但是 iPhone 到底有没有这个功能呢？答案是它虽然做得到，但是被限制住了。不只是 iPhone 没有内建通话录音的功能，连所有跟通话录音相关的 App 都会被下架。那大家也不用着急，因为等一下呢，我也会帮大家想几个解决的办法。那为什么这么简单的功能在 iPhone 上面没有呢？原因是因为手机上的通话录音在法律上是具有很大的争议性的，像是有一些国家就是完全不能录音，录了音就违法。那像是美国有一些州呢，他就说你要在开头跟对方告知说你现在有在录音，这样才算合法。像台湾呢，有时候你打电话给一些机构啊，像是银行，他们开头就会说他们这通电话有在录音，其实就是在行他们一个告知的义务。那在台湾呢，到底怎样录音算违法，怎样算合法呢？我们来看一下刑法里面怎么说吧。刑法第315条里面就有说到，如果你无故以录音去记录别人非公开的言论或谈话的话，可能就触犯到这个妨害秘密罪咯。但是里面提到无故这2个字真的非常的难定义，因为每个人想要去通话录音都一定有他们的理由吧。但是你今天这个理由合不合理，还是要看法官的判决。所以以上讲了那么多，我只想要证明一件事情，就是这个东西是属于灰色地带的。所以 iPhone 他们是一间非常保护个人隐私的公司啊，所以怎么可能会开放这种功能呢？因为大家有没有记得，在 iOS 14之后呢，他们多出了一个就是隐私权的指示灯，任何的 App 在使用你的麦克风跟相机的时候，这边都会亮一个灯，有没有？所以我觉得他们越来越重视隐私权啦，通话录音这部分可能暂时不会开放了。另外呢，也有非常多人提到说，在 Android 的手机上面，通话录音这个功能是非常普遍的。所以如果你对这个功能有很强烈的需求的话，也可以考虑一下 Android 的手机哟。所以以下呢，我就要提供大家2个方法解决。第一个就是用 Apple Watch 或者是录音笔。我知道这听起来非常的废，但是如果你今天有带 Apple Watch 的话，你就在通话的时候开扩音，然后在 Apple Watch 上面去找到你的语音备忘录。在这边语音备忘录，你可以把它设到你的桌面当快捷键，当你通话的时候就直接把它点开，开始录音。那录音笔呢，也是一样的道理，你只要在通话的时候开扩音，然后直接用录音笔录音就可以了。再来第2个方法就是越狱，因为我刚才有提到 iPhone 其实它是做得到的，但是它被限制住了。那越狱呢，就是要把这个功能解放开来。那这个方法我是比较不推荐，因为它风险比较高。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，可以自己上网去查。另外呢，有第3个方法，我在网上面也有看到说有人有提到一个可以录音的蓝牙耳机，所以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需求的话，也可以考虑一下有录音功能的蓝牙耳机哦。好的，那我们今天呢，就是稍微解释一下为什么没有通话录音的功能，不知道有没有帮助到大家呢？因为这个问题真的有太多人问过了，所以我想说拍一支影片来跟大家解释一下。那如果你还有其他疑问，或者是有其他想要学的功能的话，也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。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，我是苹果妹，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